大家好，今天继续来聊1923的新一集。警长肯特杀死了印第安男孩，神父为这种草率的杀戮愤怒不已。他抱怨警长一路杀死那么多无关者，却抓不住个女孩。警长判断这个男孩肯定是泰纳一伙的，但神父不信，愤怒地表示滥杀无辜的警长才应该下地狱。说罢，拔出枪就把警长送走了。入夜的荒原寒冷无比，泰纳惶惶不安，无法入睡。皮特久久未归，让他充满不好的预感。父亲答应天亮后去寻找。天亮后，皇马带着泰纳循着皮特的方向而去，远远的就看见天空盘旋的鸟群，肯定是弗兰的尸体引来的。两人找到了死去多时的男孩，但无法安葬他。旁边警长的尸体似乎在暗示危机已经被解除。皇马决定带着泰纳回家，回到蒙大拿去。夜晚，皇马以为追捕者已死，大胆地在旷野点起了篝火。泰纳万念俱灰，老爸看着女儿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，坐下鼓励她，活下去就是把克劳族延续下去。当白人的恶行被大自然反噬，届时将由克劳族代表大自然惩罚这些恶人。殊不知危险正在降临。躲在草丛中的神父远远地观察着父女二人，等到两人睡下，神父偷偷上前打死了惊醒的跑马，然后用枪指着泰纳，口里念念有词地为女孩祈祷，他要在打死女孩之前为女孩赎罪。但泰纳拒绝忏悔。神父扣动了扳机，而命运之秤在这一刻改变了，手枪里空无子弹。泰纳奋力抓起燃烧的柴火灰，敷在了神父脸上，然后抓起匕首，一刀一刀扎向这个道貌岸然的神父，最后抓起枪把他送入了地狱。这一段情节颇具戏剧性。警长肯特假借法律的公正之名，一路却滥杀无辜；神父则以信仰的公正之名杀死了警长。两个虚伪的卫道士在这里用暴力完美闭环，说明无人能真正代表正义。你所谓的正义，在别人眼里很可能就是滥杀无辜。神父的角色极具讽刺性，他本来在修道院就杀了很多孩子，已经满手冤魂，却在杀死泰纳时试图用宗教仪式来合理化自己的杀戮行为。但泰纳拒绝忏悔，直接挑战了他的权威，于是愤怒让他彻底撕掉伪装，以恶魔的真身要处死泰纳。但命运发生了戏剧的转变，他的信仰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，也或者可以解释为上帝抛弃了这个虚伪的信徒，子弹没有了。那一段祷告成为了他自己的赎罪自白。泰纳的反杀不仅仅是对生存的捍卫，更是对神父虚伪信仰的彻底否定。这段似乎在阐述命运的无常，上一秒还在掌控生死，下一秒就成了刀下残魂。泰纳的幸存也并非因为善有善报，而是纯粹的运气和自身的判断。在这片法律失效的荒原上，生死往往只取决于谁更快、更狠、更幸运。冰雪初融的黄昏在夕阳下依旧寒冷。达顿一家正围坐在餐桌前准备晚餐。赞恩一家人的加入让屋里显得热闹了许多。卡拉奶奶想去买几只鸡，放进新修好的鸡圈里。家里的鸡蛋已经断供好久了。赞恩自告奋勇的要骑马去，老雅各布坚决反对，哪有头部手术后1周就去骑马的？杰克横插一句不想再吃豆子了，惹得伊丽莎白笑个不停。屋外传来的汽车声让一家人警觉起来，男人们都纷纷地拿起枪。不过虚惊一场，是警长来报信儿。老雅各布对斯宾塞回来的消息感到又喜又忧，他担心这个消息很快就会被唐纳德知道，对侄儿不利，于是请警长安排人到车站保护，自己也打算带人过去接。警长担心达顿家与唐纳德发生冲突，老雅各布怒吼：“这不就是唐纳德想要的战争吗？”于是两人掐指一算，斯宾塞的火车至少要2天后才会到站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。酒吧里，班纳一伙谈论着斯宾塞。知情者介绍，这个英雄曾经在阿尔贡战役中带领步兵一师拿到荣誉勋章，而战争后他则一直在非洲捕猎狮子。这一席话让班纳感到紧张，他马上安排人到火车站守着，要把这个可怕的家伙杀死在车站，然后自己再去屠了老达顿一家。安排完，他就匆匆来找主子唐纳德汇报。此时唐纳德正在观赏妓女们的 SM 表演，香艳刺激的场面让班纳一踏进来就吓了一跳。他告诉唐纳德，老达顿家的王牌就要到了。唐纳德无所谓地表示，一个人战斗力再强也有限。班纳赶紧补充，此人还有指挥才能，而警长也是达顿家那边的。
唐纳德看出班纳的慌乱，安慰道：“法院还是自己这边的呢，不管他之前多厉害，现在才是重点。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”唐纳德狂妄地表示，自己从来就不是规则的服从者，而是规则的创造者，所以抓住斯宾塞并杀死他，什么英雄什么历史都会灰飞烟灭。班纳被说服了，起身去实施计划。出门前瞟了一眼床上的2个女人，恻隐之心让他喃喃道：“这也是别人的女儿。”唐纳德一脸坦然地表示：“女儿怎么了？他妈要来了，也一起调教了。他们都是自己的工具人，调教好了将会是降服达官显贵的利器。”唐纳德指挥着2个女人之间的游戏，在疼痛与欢愉的交替中，女人的神经与心理被重建，疼痛刺激大脑释放内啡肽，多巴胺又强化了对欢愉的奖励预期。这种成瘾机制让人沉沦，生理上痛苦被大脑转化为快感，心理上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斯德哥尔摩式的依赖。这段看似香艳无比，却是为了说明唐纳德要的不仅仅是金钱，他更沉迷的是权力，而权力的终极形态不是暴力，暴力只是手段之一，权力的终极形态是掌控他人。唐纳德对这2个女人的控制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彻底物化，在权力面前，人没有尊严，只有利用价值。那句他妈来了也一起调教，更是彻底暴露了他的反人性逻辑。亲情、伦理、道德在权力面前毫无意义，同时权力也是对叙事权的垄断。面对斯宾塞和达顿家，唐纳德要做的不仅仅是杀人，更是要抹去对手的存在意义，以及抹去自己用肮脏手段获得成功的过程。班纳一闪而过的良知很可能是个伏笔，也许在某一天他的良心会救了他，但这点良心在唐纳德看来就是软弱。唐纳德的傲慢注定成为他失败的起点，因为真正的权力幻想不是掌控他人，而是以为自己能够永远掌控他人。被掌控者终有反抗的一天，那一天就是权力的覆灭。达顿家也连夜安排，老雅各布把侄孙杰克和受伤的赞恩留下守家，自己带人去火车站接侄儿。卡拉担心地嘱咐老伴儿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执意要老雅各布发誓保证才罢休。她紧紧地拥抱了丈夫，让人不禁捏了把汗。看来这趟街车凶多吉少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夜晚，守家的杰克对爷爷只带了3个人感到不安，他决定自己去支援。大胡子看着杰克纵马而去，自己起身去通知赞恩。屋里的卡拉奶奶和伊丽莎白都睡不着，卡拉奶奶胡乱地织着毛线来安抚忐忑的心情。女孩蜷在毯子里表示，眼前的处境很不真实。现在是有飞机有火车的20世纪了，居然还会有人上门抢土地，甚至还为此杀人。卡拉奶奶感叹，不论人类科技发展有多快，那些被时尚服装包裹下的依然是野性难寻的野兽。想想圣经中的10诫，最后一诫不可以贪恋他人的土地财产妻子，但偏偏人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，所以人类迟早要因此而灭亡。这时卡拉奶奶看到牛仔与赞恩交谈，她马上意识到有事儿，不动声色地支开伊丽莎白。杰克独自跑去找爷爷的消息令卡拉倍感担心。清晨的树林万物静默，杰克听到身后有马蹄声，赶紧躲入树林。来者正是班纳的2个伙伴，他们声称是畜牧协会的纠察队的队员，把杰克从树林里骗了出来。杰克以为是自己人，收了枪，却没想到被对方一枪放倒，然后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死在树林中。2人匆匆毁尸灭迹离开了。老雅各布来到车站，老友警长已经守了一夜睡着了，被雅各布惊醒，差点拔枪相向。他预测斯宾塞会乘坐后天的列车到达，而且班纳并没有出现。雅各布观察了下地形，他觉得班纳一会儿会在站台上动手，因为那里骑马好来好去。这3天注定不太平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先喝杯咖啡缓缓神。这段剧情里杰克死得太突然，太揪心了。他偷偷去支援爷爷的行为虽然责任感很强，但明显经验不足。他的死让人感受到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暴力世界中的脆弱。他相信规则，相信自己人，但敌人早已不按规则出牌。卡拉奶奶和伊丽莎白那段对话直接点出了本片的主题：人性的贪婪从未因为时代进步而消失，反而利用高速发展的科技进步产生更大的破坏力。人类就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任性孩子，手里却摆弄着一个灭霸的手套。
果然斯宾塞的火车也被大雪耽误了。他问过列车员后，打算在利文斯顿下车改签另一条路。虽然这会慢上一天，但至少不会被遥遥无期的铲雪工程耽误。亚历克斯在这对夫妻家里被照顾得很好，他和斯宾塞的冒险故事让这对夫妻感慨不已。他们甚至比亚历克斯还激动，提出要开车送亚历克斯过去。在策划了线路后，这趟1500公里的长途旅行就被敲定下来。三人一路喝酒聊天，甚是快乐。亚历克斯还就此学会了开车，日夜兼程赶往蒙大拿。很快，周围的风景开始越来越西部，马群从车窗外奔驰而过，路边扎营的印第安部落，天空飘落的雪花，都意味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。但是风雪越来越大，路也越来越湿滑。他们打算在前方的小镇停歇，路过加油站，老板娘建议他们改成火车。再往前开就没有水泥路了，路况不好，又是雪天，汽车很难达到目的地。但亚历克斯似乎没有选择。路上雪越来越大，亚历克斯冻得发抖。夫妻俩建议亚历克斯裹上毯子睡下。他们喝着酒继续赶路，油箱里的油所剩不多了。亚历克斯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当他再醒来时，车子被大雪覆盖。这对好心的夫妻已经被冻死了。刺骨的寒冷让亚历克斯再次回到了车上。人类总是傲慢地藐视大自然，但这恰恰是大自然收割灵魂的时刻。最终，人类会为自己的狂妄和愚蠢买单。好的，故事就讲到这儿。这对夫妻简直像极了童话里的仙女，他们为女主角提供食物、车辆，还教她学开车，甚至为了女主角的爱情故事激动不已。这种纯粹的利他主义在残酷的西部叙事中显得格格不入。酒精是人类放纵的象征，而酒精加速了他们的死亡。在这里，死亡不是惩罚，而是自然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的冷漠体现。亚历克斯学会了开车，象征着他从被保护者到自主生存者的身份转变。车窗外的西部风景如同新世界的画卷，预示着他即将踏入野蛮战场。康纳德以为能靠资本改写规则，达顿加以为能靠武力守护土地，但真正的终极权力永远属于自然。当暴雪封路时，所有人类的价值体系、法律、道德、阶级都被归零，只剩下最原始的生存命题。冻死的夫妻成为本集的预言式注脚。当人类沉迷于互相掠夺时，自然正在准备一场无差别的清算。亚历克斯从雪中爬出的身影，或许暗示着新文明形式的可能。唯有承认自身的渺小，才能找到与自然共存的智慧。好的，本集就暂时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